今天的主题好像有点鸡汤，但我保证内容既不励志也不治愈，甚至有几分厚黑学的味道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听我爸说万事退让一步，吃亏是福。我也一直觉得他的初衷是好的，毕竟父辈们生活阅历比我们多，在经历了一些求而不得和无能为力之后，逐渐看淡，变得坦然。但是年轻人哪有不气盛的？不气盛叫年轻人吗？所以一直以来，我都把这种心态当成是一种懦弱。为人处事的底线也是便宜我不占，但亏也绝对不能吃。直到我经历了下面一些事儿，才发现能吃这5种亏的人，不仅不是懦弱，反而高深莫测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当敌在暗，你在明的时候，对方占据了优势地位。这个时候，虽然你可能在明面上争赢了，但吃了亏的他一定会在暗处加倍还回来。上大学那会儿，有次跟一个年龄稍大，在社会上打拼了几年的朋友一块吃饭。我在大学的位置比较偏，周围也没有什么好的饭店，我们就找了一个小餐馆。饭菜本来就不好吃，我面子上有点挂不住，结果一盘菜上还有一根头发。当时我就想找老板理论，让他们重做，结果朋友拦住了我。我问他为什么，咱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啊。他说这点小亏你都吃不了，你会吃大亏的。当时我还纳闷，明明我是顾客，明明是他们的菜有问题，我提个要求不过分吧。接着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，敌暗你明，你怎么都赢不了。表面上他们好声好气的重做一份，你能保证心上的菜没有问题吗？头发你能看到，还有些更恶心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。很可能是你以为你讨了个公道，结果吃了更大的亏，都被蒙在鼓里。听完这段话，我的第一感觉除了惊讶就是反胃，因为之前碰到这种情况，我都是让老板重做。然后我又问他，碰到这种情况你是怎么做的？他说你可以把这个菜退了，当然也有一些店看你是外地的，又是学生，会店大欺客，你可以反着来说他们饭菜好吃，人都喜欢听好听的，他们会在心里强化这个信念，之后别人说饭菜难吃的时候，他们就听不进去了。当时我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后来想想这不就是典型的捧杀吗？一开始觉得这个朋友真不简单。有句古话是宁于高人争高下，不与烂人论长短。生活中确实有些人蛮横无理又自私自利，就是常说的垃圾人。跟这种人争不仅浪费时间影响心情，而且胜率很低，因为不管你有没有理，他们都不讲理，所以这样做没准是更好的选择。之前网上看到一个案例，说某小区有个小孩把张三的车给划了，查看监控之后，张三找到了那户人家，结果对方不仅不赔偿，还强词夺理。他就是个孩子，你一个大人怎么能跟小孩斤斤计较呢？而且我们家也没钱，你要真要赔去找小孩吧。你看这脑洞多清奇，没几年脑血栓绝对想不出这逻辑。张三一看这家人没一个讲理的，都说我是法外狂徒，他们比我还狂。你猖狂啊你！而且自己还在上班，与其跟他们纠缠，不如换个思路。然后张三就去上班了。第二天，张三买了点水果，又去找这家人，这次他是来道歉的。What？ 你没听错，就是来道歉的。这家人也有点惊讶。张三说，昨天是我不对，大家都是一个小区，而且孩子又小，所以我应该理解你们才对，今天特意来道个歉。这么一说，这家人面露喜悦，更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，说都是邻居，能理解。临走，张三还不忘表扬一下小孩的图案画得好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几个星期后的一天，张三下班回家，发现一群人正在小区跟这家人理论。原来小孩一连划了好几辆车，而孩子的家长还是那套理论，只不过这次的语气像是在苦苦哀求。类似的人不在少数，你要跟他们一一理论，没准自己先气死。另外每个人的时间价值不一样，你耗得越久，没准输得越多。1秒钟几十万上下呢。而且你跟他们理论，从侧面讲是在教他们怎么做人，是在帮他们，咱没有这个义务和必要，对吧？最好的报复是助长他的嚣张气焰，就像原话说的，当一个人毁灭之前，必须先让其膨胀。当他们遇到跟他们一样的人时，更大的愧就来了。我以前是个特别喜欢争对错的人，比如上高中那会儿，我跟朋友们经常争是科比厉害还是麦迪厉害，是这个女生漂亮还是那个女生好看，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，不欢而散。后来想想，很多事儿没有绝对的答案，我们争的不是对错，而是输赢。但关键是输了赢了，好像都跟我们没关系。科比麦迪交锋都有胜有败，两个女生好不好看都看不上咱，等于是自己在这儿瞎激动。咱们之前提到过杨绛在我们仨里讲过的一件事儿，钱钟书和杨绛曾在出国的轮船上吵了一架，什么原因呢？只是因为钱钟书读错了一个法语的发音，杨绛觉得钱钟书的发音不标准，钱钟书不服，两人争执不下，然后杨绛就找了同船的一位法国人求助，结果杨绛对了，钱钟书错了。后来杨绛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，
我虽然赢了，但觉得无趣，很不开心。其实在跟朋友、亲人等关系亲密的人相处过程中，争一些赢了无利、输了无损的事情是很不明智的做法。表面上一人胜一人败，但其实两个人都败了，因为两个人的感情被伤害了。有限与无限的游戏这本书提到，这世上有2种游戏模式，一种是有限游戏，为的是赢得游戏；一种是无限游戏，是让游戏延续下去。人们看待事情大部分都是用有限游戏的视角，获得某个成功，到达某个终点。但无限游戏的胜利只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让游戏一直进行下去。比如你当上了部门经理，这是有限游戏；能力的增长是无限游戏。同样，你跟朋友争对错是有限游戏，你们关系的长期维系是无限游戏。哪种价值更高，咱们都很清楚，对吧？所以有时候不妨切换游戏规则，与其在游戏中争输赢，不如自己决定玩哪种游戏。之前上班的时候遇到过一个事儿，让我吃了教训的同时又学了一招。公司高薪挖来一个中层，还是叫他张三吧，他的职位跟公司的老员工李四平级，这个李四就有点不平衡了，心想自己辛苦干了几年才爬到中层，你直接空降，薪水比我还多，不合适吧？于是李四总在背后说张三的坏话，又是业务能力不行，又是工作配合不顺畅，这些话多多少少传到了张三的耳朵里。我们都以为有好戏看了，因为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跟李四理论，但张三的做法是完全不把这些放在眼里，既不解释，也不在其他同事面前骂李四，反而是经常公开称赞李四，说他工作能力强，对自己这个新同事也照顾有加。是不是有点理解不了？但时间一长，大家都能感受到两人之间的差距。张三越来越受大家尊重，李四的话却越来越没有信服力，而且李四完全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后来我调到了张三的部门，也就有了机会询问这件事儿。他是这么回答的：一杯。呸，错了，重来。他是这么回答的：能力都在业绩上，没必要争嘴上输赢。而且我跟他争，不就跟他一样了吗？当然我夸他，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快看到我们之间的区别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后来我也知道了他这种向下兼容的能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真正的高手会调整自己兼容别人，不管跟谁相处都会让对方如沐春风。比如你跟一个人聊天，你说什么他都能理解，聊天氛围很融洽，你觉得找到了知己，但十有八九他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。反过来像李四这样的人，就会通过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是高手，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自然高下立判。这也是为什么张三不去跟李四争，表面上吃了点亏，但其实是在用更高级更体面的方式让对方不攻自破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，特别是在做生意或者跟别人合作上，格局大的人会通过损失一点眼前的利益，就吃点小亏来换取长期的更丰厚的回报。再举个吃饭的例子，我家楼下有一家小饭馆，每次吃完饭结账的时候，老板都会主动说给您抹个零，常来啊。老板的做法很聪明，抹个零也就几块钱的成本，但给顾客的感觉是老板吃亏了，自己占了便宜，欠了人情，那下次还来吧。所以他们家的生意一直比旁边几家要好。另外就是跟别人合作，比如生意往来、合作投资之类的，如果只顾个人的眼前的利益，那对方的利益自然会受到影响，长期合作也就变成了一锤子买卖。很多初创公司的合伙人都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分道扬镳，特别是关系好的朋友，只依靠彼此的情谊和信任，没有合理的股权结构，在钱权责的分配上，难免会有人因为谋取小利而毁了大局。情谊能够战胜利益，只是因为利益的诱惑还不够。在这种情况，能做到吃眼前小亏以求长远发展、保全大局的人，不仅有深度和格局，往往还深谙育人之道。比如任正非始终有一条理念：财散人聚，就是舍得把钱分出去，人家才能踏实跟着你干。一般公司的创始人占公司股份都是大头，但任正非持有华为的股份只有 0.84%， 其余的股份都是华为的奋斗者共同持有，这或许也是华为能够成为国人骄傲的原因之一。最后咱们再啰嗦两句，这期视频并不是让大家去吃亏，虽然都说吃亏是福，但什么亏都吃的人，我都不敢想象得有多惨。这种事儿真的要分情况，就像能吃上面5种亏的人，咱们能看出来，不是因为懦弱，也不是心胸宽广，而是他们能通过更高维度的视角来观察人性，通过更精明老练的手段来拿捏人性。所以吃不吃亏，吃什么亏，真的是一种人生智慧。